用高射炮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美国的撒粉哥也要开始琢磨新3打3防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前不久呢，美国国防部安排了包括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内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的一些个国防承包商首席执行官进行的一场高级别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了一下美国应该如何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还有如何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能力。但是根据公开的报道会议上双方的争议还是很大。美国国防部有2个高级官员说，现在美国应该重点专注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毕竟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观点是，高超音速武器没有那么神奇，并非不可防御。美国应该努力保护自己的舰艇，保护自己的基地不受中国、俄罗斯那些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但是美军现在花钱花的不对。2022财年预算申请中，为进攻性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花费超过25亿美元，但是导弹防御局还有先进研究计划局，就是那个 DARPA。加在一起，防御能力预算经费仅仅超过了250万美元，差距实在过大。但是呢，美国国防部对这个观点是不同意的。他们说，不要被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分散注意力。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那个轨道飞行器，可能还没有形成实战能力。而且呢，美国必须自己发展好高超音速武器，才能掌握足够的技术谈防御。这个逻辑呢，在我们看来算是清晰的。但是美国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偏偏有个新思路，认为美国不需要好好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就能够形成拦截能力。他们写了个报告，提出一些方法，其中一个思路是用高射炮。报告说，这个思路呢，跟2战的时候用大口径高射炮拦截轰炸机差不多。不要指望高炮炮弹能够直接命中，就是要求美国用一些电磁高射炮发射弹药，让弹药在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的这个高度炸出一大片的碎片。这些碎片能够在大气层边缘连续漂浮几十分钟，只要高超音速飞行器撞上这些碎片，肯定能撞出点伤。他们认为用导弹直接命中方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成本太高，用这种高射炮还有其他手段形成一个配套的防御体系，成本就能降低不少。这个报告里边呢，还提到了别的方法，比如说大功率激光，还有大功率微波武器。不过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就算是激光器到了兆瓦级，拦截效果也不会靠谱。所以呢，这个报告给我感觉好像有点熟悉，这种东拼西凑的这种话，类似我们当年某些专业期刊上的一部分职称论文。当年有些论文呢，是以3打3防为主题，拍脑袋找脑洞。高速撞击情况下，小颗粒也能有大动能，这个本身没问题。但是美国人似乎也没有好好算过，用这种方法去拦截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你每一个碎片、每一个颗粒也不能过于小吧，总要点质量才行。那么一个高射炮炮弹能有多大？要产生多少碎片？那么1枚炮弹爆炸之后，能够覆盖多大一片范围呢？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是可以变化的，从高到低，从左到右，那么大一个机动范围，你美国要多少高射炮，发射多少炮弹，才能够在大气层外围形成一堵结实的碎片墙，保证高超音速武器一定能撞上。而且这些思维方式都不是创新，这都是当年中国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想过的歪招。想当年冷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用导弹去反导，就考虑过用大口径高射炮拦截美国或者苏联的弹道导弹。后来搞新3打3防的时候，还有人写论文说用122榴弹炮连续射击，在低空使用空爆弹形成弹幕，然后覆盖一下战斧巡航导弹的航路。这就是当年颇有争议的122榴弹炮反战斧。就这么打法的话，战斧巡航导弹不用过来，光那些榴弹炮就让地面目标受不了。后来呢，北京某航空类高校还有2位战略学大师说用太空垃圾给地球裹一层光环，把美国的卫星全撞掉。气得航天部几个研究院的一群专家在评审会上呢，给2个大师好好上了一堂航天课。当年我们是技术不到位，所以那么多脑洞根本就不靠谱。结果现在美国人开始学的就是我们当年那些不靠谱。就仅仅是围绕一些技术细节死追烂打，至于说战术上的可行性就不管不顾。
明显是因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现在形容美国这个思路就4个字儿：慌不择路。好，关于美国人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高射炮，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